最新消息，美国政府公布，该国今年第一季度 GDP 环比增速仅为1.6%，远低于此前市场预估的2.5%。美国三大股指跌幅超过1%，其中科技股 Meta 跌幅更高达16%。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2天的访华行程。25号白天，布林肯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会谈，随后与商界代表、青年代表见面，并游览外滩。据悉，布林肯下午已经离开上海，转抵北京。他在上海期间有何表态？接下来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又有何看点？来看看报道。据香港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下午从上海转抵北京，傍晚与学者闭门会面，明天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此前一天，24号下午，布林肯抵达上海，作为此次访华的首站，他入住标志性的和平饭店，并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陪同下，夜游上海著名古典园林豫园，品尝知名老店南翔小笼包。当晚，布林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此行将致力解决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议题，包括对美国人颇具影响力的芬太尼问题。Leading killer of Americans between the ages of 18 to 49.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Xi, when they met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greed to cooperate to help prevent fentanyl and the ingredients that make it from get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be working on that. 监管不力、官商勾结且政策引导错误等因素导致美国毒品泛滥，其中美国人滥用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情况极其严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但美国政客多年来一直企图甩锅中国。中方已多次明确指出，美国社会芬太尼泛滥不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在2019年就应美方请求整类列管了芬太尼类物质，是全球第一个正式整类列管的国家，管制品种远超出联合国公约范围。而作为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中方在会晤第2天就发布通告，提醒谨慎销售可制毒化学品前提，还启动了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充分展现了合作诚意。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因为芬太尼这个毒品的致死案呢，已经是在美国的青少年中呢上升为第1位。现在呢，布林肯国务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显然呢也是说给国内听的，因为美国现在大选在即。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议题呢，在美国呢就会引起一定的关注，而且呢，美国呢也会对拜登政府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赞同的意见或者是一种好感。布林肯在视频中还表示，期待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And of course, we'll be dealing with areas where we have re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dealing with them directly, communicating clearly. Face-to-face diplomacy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s, misperceptions, and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25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了布林肯一行，双方就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交换了意见。陈吉宁表示，上海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地方的积极贡献。布林肯说，他曾在1998年和2015年到访上海，这次再来到这里，见证了上海的巨大转变。他强调，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之间有需要保持直接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寻求合作空间。报道显示，布林肯还会见了在上海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主席安高博、商会会长郑毅和其他企业高管，后者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据美媒报道，安高博称，在华美国企业赞赏美国政府持续与中方沟通和接触，这对双方都大有裨益，期待布林肯此行能够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美国彭博社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称，美国企业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中方的非市场经济行为提出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一贯按照市场原则开展经贸合作，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我们希望美方也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中方相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分析指出，布林肯此番表态是近期美方持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延续。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指出，这种炒作毫无道理，中方坚决反对。产能问题要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要秉持客观、公正和科学立场。对新能源来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短缺。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是全球应对气变的重要举措。新能源产品需求不断增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英国 BBC 近期援引安邦智库的报道称，在具体问题处理过程中，经济问题最好不要政治化，不能以政治或行政方式来定义问题，也不能以政治和行政干预来解决问题。安邦智库认为，需要对美国的对华博弈进行某种约束，这对风险管控至关重要。产能过剩呢，本身呢是一个虚假的议题，因为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这种说法本身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同时呢，也反映出呢，美国目前呢对它的贸易方面出现的这种非常负面的进展呢，是深感焦虑。如果中国真的是产能过剩，你美国只要不买就可以了。外界注意到，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他此访降温，但他1年内2次访华，延续了中美高层接触的势头。法新社认为，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关系的基础更趋稳定，但美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布林肯访问上海期间出刊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表现出更强硬的对华态度，反华言论可能会加剧。We're going into a U.S. election year where Joe Biden obviously has been very tough on China. 毋庸置疑，台湾问题将是布林肯此行双方讨论议题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这次也出现在布林肯访华代表团的名单中。实际上，10天前的4月15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裘开明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一行，阐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观察指出，美国官员直接与中国台办系统高层会见的安排还是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显示美方担心赖清德即将接棒蔡英文，或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称，布林肯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在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方面的持久意愿。多家外媒认为，此次中美双方要谈的话题非常多，各自都有自己侧重的话题，但双方对布林肯此行的预期都不会很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吴木鸾对路透社表示，虽然布林肯此次访华行程并不大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重大突破，但双方都希望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避免出现尴尬局面。They are more stable than they were several months ago, but I don't think either side expects them to improve. He wants to both score political points. 实际上，在此次布林肯访华前，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进行媒体吹风，列出中国对布林肯此行的5大聚焦目标，包括树立正确认知、加强对话、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更明确提及将重点就台湾、经贸科技、南中国海等问题阐明严正立场，提出明确要求。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更形容，在去年两国元首会面后，中美关系呈现止跌企稳的态势。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很突出。美方顽固推进恶华战略，不断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形象、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对此我们予以坚决反对反制。外界普遍分析呢，就是说中美关系呢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呢，在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期间呢，是不大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而且呢，在双方呢分歧很大的问题上呢，恐怕也很难取得共识。但是呢，中美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中美关系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呢，要致力于维护这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呢，是双方的
我个人觉得呢是一个共识。美国国务卿下午已由上海飞抵北京，那么您对布林肯任内第2趟中国行有何观察与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全世界的最大焦点呢，无疑是在北京。美国国务卿在应邀访问北京期间，将会和哪些中方官员会见？中美两国又将会如何沟通？怎样表述各自的关切与优先议程？因为事涉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的现状评估和走向判断，那这些都将会成为媒体舆论的共同关注，也可以说是全球共同利益所系。那么，正如中国元首上月在会见美国工商界与战略学术界的代表时所着力强调的，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今天，英国路透社发自上海的电稿标题说，在美中关系出现改善但重要分歧犹存之际，布林肯呢开启对华访问。美联社同日发自上海的电稿呢，将布林肯来访称之为 Key China Visit， 是对华的关键访问，强调当下美国新的对外援助法案正在再度推高中美的双边紧张。也因此呢，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还特别聚焦了这样一个细节。甚至当布林肯乘坐的飞机还没有在上海降落，他此访所面临的挑战就已经显现了。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一项法案，现在呢，我们也已经知道，拜登已经签字通过这份法案了。所以美报也在承认说，在有关贸易、领土争端和国家安全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再次扰乱两国之际，布林肯呢此访将会试图来维护美中关系最近取得的脆弱的稳定。美方在对外援助中呢，再打所谓的对台军援牌，那这是美方对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挑事和越界之举。今天呢，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代表中国军人严正发言，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如果美方真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应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武装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也绝不会心慈手软。王毅去年10月在华盛顿见布林肯时就曾经当面告诫，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相信呢，在北京的会晤中，王毅也会再度就此做出重申。布林肯在社交媒体发布以外滩为背景的短视频称，来华寻求在美国人最看重的议程上取得进展。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媒近来密集炒作中俄经贸关系，甚至抛出所谓银行制裁说，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布林肯在外滩录制的短视频明确提到了控制芬太尼的化学品及其前体，声称呢，它的滥用已经成为对美国中青年人群的一个头号杀手。而且呢，这次随同访华的也包括负责国际禁毒合作的助理国务卿。美方对深化双边禁毒合作显然是抱有很高的预期的。事实上呢，这也正是中美元首去年加州会晤达成的顶层共识。当时呢，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布林肯的短视频称，将会与中方商讨落实元首共识的双边行动与进展，但是呢，也会涉及两国存在重要分歧的领域。那么从布林肯访华之前频繁表态，以及美西方舆论近来的密集造势来看，那么美方认定的头号重要分歧也就是中方对俄乌冲突的取态，以及美方强行和它关联的所谓中俄经贸关系。我之前在评论中也曾经分析，那么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美式霸权逻辑，把中俄的正常的经贸关系等同为所谓中国对俄罗斯的军援，等同为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那么这是非黑即白、非一友即敌的阵营对抗的思维。至于《华尔街日报》炒作所谓金融制裁论，扬言要把提供中俄贸易结算的中资银行逐出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清算体系 SWIFT， 那么这就是美媒配合官方释放的烟雾弹，意在呢先声夺人，舆论施压，并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以全世界前2大经济体，它的经济体量与金融业的规模，美国单方面挑起类似霸凌行动的这个冲击堪称金融核弹。
它的反噬与后果更是美方所无法承受的。美国商业内参网站就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所谓爆料警告，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施压中资银行的这个计划呢，很可能会引火烧身，成为外部世界加速去美元化进程的标志性的事件。1年前，巴西总统卢拉曾经在上海访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时发出一个灵魂追问：为什么是美元呢？为什么不用人民币或者是其他货币来结算呢？如果逐出所谓的结算体系是金融核弹，那么美国 CNBC 电视台早就把中方持有美国的巨额国债称作是金融核弹了。SWIFT 结算体系早已经全面承压，千疮百孔，真的能够经得起这种力度的折腾和冲击吗？美报对此敢回答吗？24号晚间，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950亿美元的一系列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就包含备受瞩目的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内容。TikTok 第一时间表示将诉诸法律应对。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表示 ，TikTok 哪儿也不去。这款有着1.7亿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如今被迫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在美运营的前景究竟如何？美国舆论对于 TikTok 禁令呈现一边倒的反对趋势，又反映出什么问题？来看看报道。拜登最终签署的 TikTok 法案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未来9个月到1年内剥离 TikTok， 否则这款应用程序将被禁止在美国上架。TikTok 第一时间发布声明回应称，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公司将在法庭上对此提出挑战，并称有信心取得胜利。深圳卫视注意到 ，TikTok 的声明包含3个要点：一是反对美国会和白宫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污蔑中国企业及其应用程序；二是强调禁令将摧毁700万家企业，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三是安抚1.7亿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不会放弃在美运营，仍是大家分享经验和找到快乐及灵感的空间。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还另外发布视频，对亿万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哪也不去。This is a ban on TikTok and a ban on you and your voice.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由于一直以来技术领先，美联社表示，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对科技监管持相对宽松态度。此次通过涉 TikTok 法案的速度非同寻常，外界认为是堕入了科技民粹主义。实际上，这并非 TikTok 在美运营首次遇到危机。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对这款备受民众欢迎的应用程序忌惮不已。2020年，特朗普试图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在美禁用 TikTok。TikTok 当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最终特朗普的禁令被联邦法官宣布无效。去年11月，蒙大拿州决定对 TikTok 实施美国境内首个全州禁用令，也被联邦法官否决。但多名法律专家表示 ，TikTok 如今遭遇的局面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因为特朗普当时签署的是行政令，官司比较好打；这次则是国会立法，两者的法律基础与权利有很大区别。纽约时报认为，针对此次禁令 ，TikTok 最有可能用于抗辩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法案条款涉嫌侵犯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当前，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已被定为对这项 TikTok 法案相关诉讼的受理法院。如果理由充分 ，TikTok 可以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初步禁止执行该法律。所以 TikTok 肯定是要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会去提出上诉。如果说法院没有做定论之前，暂时的话，就是运营商还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嘛。深圳卫视注意到，新法案与此前众议院版本相比，增加了总统授权的条款，将剥离的时间限制进一步延长90天，最多可达约1年。分析指出，这意味着 TikTok 的剥离时限被挪到了美国大选周期之外，以避免 TikTok 用户对大选投票造成压力。
特朗普对 TikTok 法案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就是个明显例子。他曾是第一位向 TikTok 下黑手的美国总统，但就在今年3月，众议院刚提出 TikTok 禁令时，特朗普突然发文称反对封禁 TikTok， 称这将造福竞品公司脸书。然而，特朗普一向与脸书母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不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选举中获得胜利，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收回对 TikTok 的禁令，但前景仍未可知。美国会和白宫针对 TikTok 强推不卖就禁的强盗逻辑，也让美国舆论掀起反对声浪。有美国媒体质疑，明明 TikTok 已经按照美国法律做了一系列人员隔离与数据迁移的工作，让美国的数据留在美国境内，但美国的政客们仍不断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污蔑其泄露数据。路透社指出，4年前 TikTok 就将内容部门的岗位转移至海外。2022年，美国用户数据已经被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直指，如果美国真的关心数据隐私，就应当推动适用于所有社交媒体公司的立法，而不仅仅只是针对 TikTok。At a minimum, Congress shouldn't be in the business of banning speech platforms. Instead, they should be working to enact comprehensive privacy legislation that protects our private data no matter where we choose to engage online. TikTok 面临被禁风险，冲在抗疫一线的自然是其广大美国用户。数据显示，1.7亿使用者中，不少是中小企业从业者、艺术家。TikTok 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用于消遣的短视频平台，更是与客户进行沟通的宝贵渠道。有 TikTok 商家直言，自己超过85%的销售额都来自 TikTok。如果 TikTok 被禁用，他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平台。Really, a lot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e content creators, say they get from TikTok what they can't get from the other companies, and they really want to stay.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则质疑，拜登一面让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上注册账号，为其大拉选票，另一面又坚定签署 TikTok 剥离法案的做法。I think it's wishful thinking, as well as hypocrisy for politicians to use this app to pass this legislation and then to assume that the company will just be sold off. You know, we live in an increasingly multipolar world, and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U.S. can simply regulate any company that it wants simply because it isn't owned over here, and that concerns them. I think that's not a sustainable model. I worry that this is going to backfire, and that instead of showing the power that the U.S. has to regulate a company like TikTok. 彭博社认为，美国号称是全球最开放的市场，近来却不断采取限制性的措施，影响海外企业在美运营。这种做法将沉重打击外国公司在美投资经营的信心。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kind of risk to Americans. So there is certainly a number of companies. Temu is a great one that comes to mind that might be concerned not only from what the precedent could be set from this current legislation, but also certainly how other countries might react. 拜登正式签署对外援助法案，强启针对 TikTok 的禁令。TikTok CEO 周受资回应 ，TikTok 美国公司哪儿都不会去。那么 TikTok 可以抗争改命吗？周受资的最新表态回应是 TikTok 官方账号发布的一段2分钟的演讲视频，强调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将在法庭上为美国用户的权利而战。We aren't going anywhere， 我们哪儿都不去。周受资在视频中的这样一个表态，成了美西方不少媒体及时报道的标题引语，也是在展示重压之下的 TikTok 的决绝，把官司打到底，以法律为武器来抗争到底。必须呢要再次强调 ，TikTok 绝不仅仅只是在为自身的利益在抗争。因为拜登签字通过的外援法案，并不仅只是瞄准 TikTok 一家，法案就规定其他达到所谓监管红线、来自美方认定的敌手国家的应用，也会受到类似的限制。那么，美方所谓的敌手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俄罗斯和伊朗这4国。所以TikTok 到底能不能走通法庭维权抗命这条路，极具风向标意义。TikTok 打官司维权抗命呢？至少有这样几个优势。首先，当然是它的庞大的用户群，高达1.7亿的美国用户是 TikTok 撬动美国民意、争取舆论同情支持的一个最大的杠杆。
更不要提 TikTok 在美国的生态圈，它所创造的一连串的惊人数字了，贡献85亿美元的 GDP，20亿美元的税收，5.9万个就业岗位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就诉讼策略而言呢 ，TikTok 坚称法案等同于封禁，将会以侵犯1.7亿美国用户的言论自由为名，将美国政府告上法院。在美国的司法语境中，只要牵涉到宪法之下的言论自由问题，那么法案审查力度呢将会很大。第三，法案规定的剥离期限延长至270天，而且呢，美国总统也有90天的裁量权。那么，即使不考虑马拉松诉讼的这个进程，法案执行一定也会跨越美国的大选年。那么，大选年后谁来当总统，当然是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特朗普之前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骗子拜登要为封禁 TikTok 负责，他推动关闭 TikTok 是要让他在 Facebook 的朋友变得呢更富有、更加有统治力，并且能够继续和共和党来斗。那么这就叫干涉选举。毋庸讳言 ，TikTok 在美国诉讼抗命之路啊，势必会格外的凶险，也一定异常的艰难，面对着一系列不可测的因素。从美媒最新揭露的内幕来看，针对 TikTok 的立法封禁构成所谓的 Thunder Run， 也就是雷霆行动。从法案公开到签字实施，前后只用了7周时间。那么这不仅是美国2党议员鼓动携手的结果，更有美国行政力量的直接的介入。《纽约时报》调查就发现，包括国安会、司法部等核心部门都深度参与。美报更是点名副司法部长丽莎·摩纳可全程参与立法勾兑。所以这也预示着以法律与国家安全为名强抢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立法与行政体系的系统合媒行为。那么 TikTok 是在与整个权力体系在抗争，自然让人很捏了一把汗。近期从拜登签署对台军援法案，美国政客妄言台湾民众持枪，到美军有意在台存放军备库存等等，美国持续在台海局势上添油拱火。国防部先发言人吴谦25号警告，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有关美台之间军事勾连的问题，在今天20多个提问中占据了近1/5的版面。国防部发言人表达了严正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实际上，我也注意到，昨天国台办呢也已对此发表了明确言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在25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多次就美台勾连进行批驳。他强调，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如果美方真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那就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立即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当地时间4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950亿美元的4项支出法案，其中有81亿美元将用于在台湾地区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具体来看，美国向印太地区提供的81亿美元支出中，20亿美元用于为台湾地区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军事资助，19亿美元用于补充台湾地区和地区伙伴的防务项目和服务。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援助法案通过后发表讲话称，我们宁愿把子弹送到海外的冲突中，也不愿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或军队送到海外。评论指出，这句话语直白暴露出美国军援不过是为了让他人替美国人流血而已。对此，吴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近段时间以来，美方以对台军售、军援等方式虚化、掏空和歪曲一个中国原则，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美国纵容台独的危险行为还不止于此。近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了国会的台湾防务议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2023年美国派驻到台湾的军事人员有41人。事实上，美军事人员鬼鬼祟祟地窝在台湾，早已不是什么新闻。2021年，蔡英文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曾公开承认，台湾岛内确有美军存在，引起舆论哗然，但具体人数讳莫如深。去年4月，岛内媒体披露，美军派遣近200名现役教官驻台协助台军训练，涉及电磁战、共同作战平台整合、陆基防空、基地安全、反舰火力配置等方面的任务。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奇曾针对若台海爆发冲突，你有多大信心美国会协防台湾，对1105名岛内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60%受访者对美国所谓协防台湾没有信心。李奇直言，尽管美国一再提及所谓对台承诺，但这是否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不得而知。因此，台湾民众持怀疑态度也顺理成章。对此，岛内网友纷纷提出质疑。岛内网络论坛 PTT 上有评论就称，子弹真的打来，人的本能反应会自己找地方躲。以目前台湾和美国在军事安全合作越来越密切，不只有人员训练，也有一些武器装备的销售等等，甚至谈一些更进一步相关的一些合作。总体来讲，我认为数字其实远远大于40亿人。除了派驻军事人员，台湾还有沦为美国的弹药库的风险。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24号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询答时提到，有关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军备库存，目前细节不方便在此说明，但概略都有方向。但邱国正强调，库存界定很多，若是维保中心，就会有很多装备来。但这个姿势体大，不要延伸到政治问题。大家为什么要把国外装备放到我们这来？可能会引起政治方面或两岸之间这些问题。邱国正在去年3月回应质询时，首度透露，台当局与美国正在讨论美军弹药存放在台湾一事。消息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岛内舆论普遍担忧，此举将让台湾沦为美国的弹药库，进一步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台湾海军退役中将蓝宁利曾撰文表示，把台湾变成美军军备的储备库，美军舰机必须进入台湾港口、机场进行补给，这根本是火中取栗。他认为，民进党当局跟着美国嚷嚷非对称作战好几年了，美国人终于想起台湾还有封锁这个问题，这才是美军拟把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改存放台湾的基本原因。再来就是准备执行毁台计划了。对于美国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中，包括了19亿美元对台湾地区及区域伙伴的援助，您是如何看？首先，我想声明的是，台湾问题跟俄乌问题、巴以问题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乌克兰与以色列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中，包括了援台资金，是对中国主权完整与内政问题的粗暴干涉。援台法案的通过，再度反映出了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口是心非。也就是嘴巴上说不支持台独，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一做法显然是在给即将上台执政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发出了一个错误的政治信号，使得未来的台独势力与台海局势更加难以管控。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虽然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包括援助台湾在内的这个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但是假如反思一下这个法案出台的过程以及相关的援助细节，我觉得蔡英文当局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首先，在俄乌战事打得难解难分，乌克兰军队逐渐在地面战中失去了主导权，迫切需要外援的情况下，这个对外援助法案却是千呼万唤了半年之久才最终出台。这背后的原因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特朗普与拜登的权力之争，同时还涉及到了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之争，也就是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之争，并且孤立主义正在逐渐抬头，卷土重来。在这一大背景下，
尤其是假如奉行孤立主义的极右路线代表的特朗普重回白宫，未来美国是否真的会为了台湾问题而跟强大的中国不惜一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其实在这个一揽子援助法案当中，对乌克兰的援助高达608亿美元，对以色列的援助也有263亿美元，而对台湾的地区的援助却只有区19亿美元，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对本地区其他伙伴的援助。这个也就意味着，对台湾的援助实际上属于点缀和象征性的。大家知道，真金白银是不会骗人的。它说明在拜登政府的眼中，俄乌问题、巴以问题与台湾问题还是亲疏有别的。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军援这件事，又会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说起中美关系，我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2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国访问。除了俄乌问题之外，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双方博弈的焦点议题之一。而且根据外电报道，布林肯这次访华带有来者不善的意味，其中典型表现就是在布林肯即将启程之前，《华尔街日报》引述所谓的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白宫正在研拟所谓的制裁措施，准备将中国部分银行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也就是SWIFT结算系统之外，以阻止北京所谓的对俄罗斯军事生产的商业性支持。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切断一个国家的银行跟SWIFT全球结算系统的联系，被号称为美国的金融核弹。过去这些年来，美国只在跟敌对国家伊朗以及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身上用过，这次就被用来威胁中国了。而且由于伊朗与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遭受西方的经济与金融制裁，其经济与金融的对外依赖性并不是很强，跟早已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要说对中国的银行真正使用这个金融核弹了，就算是威胁使用，其负面后果都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叶知秋，这些都意味着眼下的中美关系又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走对了方向可以让中美关系触底反弹，走错了方向这会让中美关系继续向下沉沦。而且中美这一步的战略抉择不仅事关俄问题、台湾问题的走向，事关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事关整个人类的命运。赖清德将于5月20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行政团队人事陆续公布。25号最新的一批任命名单出炉，包括其办公室秘书长以及防务、外事等多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相继确定。而海基会董事长由台行政机构副负责人郑文灿接掌。这一任命也被岛内媒体解读是赖清德向大陆递出所谓善意。对此，国台办回应称，无论什么人担任负责人，关键在于台当局是否承认9·2共识。一改此前几轮由台行政机构准负责人卓荣泰宣布新行政团队人事，25号的第6波人事案由赖清德本人宣布，凸显其重视程度。外界注意到，实际公布的名单与此前岛内一些媒体的预测基本吻合。由潘孟安出任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由现任台外事机构负责人吴钊燮转任安全单位秘书长，而现任台安全单位秘书长顾立雄则成为防务部门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赖清德夸赞顾立雄是不二人选。不过，岛内舆论担忧顾立雄或难以胜任防务部门负责人职位。多家媒体质疑，顾立雄是律师出身，有台党产会、金管会和安全单位等任职经历，但却没有任何防务相关背景，更没有一丁点儿军事经验。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讽刺，如果让顾立雄这类文人掌管台军，恐成为乱军引胜的范例。真的是悲哀。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不是说瞧不起顾立雄，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军政军令合一，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指挥作战。如果说顾立雄对军事完全一窍不通，我跟你讲，那军队叫他去指挥那叫做乱军引胜。
而对于外界关注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岛内媒体报道称，在赖清德3次恳谈后，现任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的林佳龙终于点头接任。还有媒体曝光内幕消息称，在得知赖清德要找林佳龙担任该职时，蔡英文都吓一跳。有观察指出，赖清德此举不怀好意，因为在民进党内部，林佳龙所在的派系与赖清德此前所在的新潮流系构成最大的竞争关系，因此邀请林佳龙主管外事部门，实际上是交给他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在民进党拒不承认9·2共识后，其外事领域的空间遭限缩。蔡英文8年连丢10个所谓友邦就是例证。首先，在涉外和安全这个事务来讲，其实我们看到，更多是沿用目前这个蔡政府方面的人，可能职位上有部分的调整，其实都是既有现有的人，好像只是调换个职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延续目前蔡英文方面一些路线和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林佳龙过去负面消息不断，他曾出任交通部门负责人，后因列车出轨被迫辞职，还曾卷入学历造假丑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认为，林佳龙没有外事经验，恐怕今后误判形势的风险将大增。此外，还有观察认为，赖清德行政团队实际上主管外事的是其副手、前驻美联络人萧美琴，林佳龙只是白手套。他真的是叫将啊！政治人物很怕被忘记啊，因为下一次选举的时候说林佳龙 ，Who is 林佳龙？除了防务与外事，与两岸事务相关的岗位同样备受关注。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将出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是绿营中为数不多的资历丰富的两岸事务中生代官员。针对未来台海情势的变化，邱垂正曾妄言，台当局将坚定所谓4个坚持，并强化4大韧性，与此前赖清德所谓和平保台的倡议相呼应。公开资料显示，邱垂正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题为《台海两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构》。他熟稔两岸事务，横跨官学两界。邱垂正早在陈水扁政府时期出任陆委会高级职位长达8年。2016年起，蔡英文任命他为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长达7年。去年2月，邱垂正转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被认为是民进党高层要他补充更多与台商互动、陆籍配偶、大陆学生等方面的实务经验，使其两岸事务履历更加完整。香港信报认为，邱垂正长期与大陆方面打交道，这次被擢升为陆委会主委较为稳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邱垂正现年54岁，这次赖清德对其任命被认为是民进党中生代接棒的重要安排。我们可以看出，可能一些独派色彩更鲜明的人可能会上位，也因此是不是就贯彻所谓这个赖清德这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往这一方面去进一步推动？此外，作为涉及两岸事务的重要机构，海基会的人事案也备受关注。按照赖清德布局，其董事长由现任行政机构副负责人郑文灿出任。按照相关规定，这一任命还需海基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才能走完法定程序。郑文灿与邱垂正互相搭班的安排受到外界关注。岛内有评论认为，郑文灿被认为是民进党内部的温和派，对两岸事务较为熟悉，曾提出过一些关于民间交流的新思路，包括在任职桃园市长时，曾接待过不少大陆交流团体。不过，岛内对此也有不同声音。台湾媒体人黄阳明分析称，自2016年之后，海基会就如同冷宫，除非赖清德可以在上任后让两岸大幅度交流，否则就算郑文灿接任了海基会，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但我认为，目前两岸的关系并不是一些职务是派谁而定，而是因为两岸目前为什么迟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交流，主要就是一些政治一些框架。一些核心的议题有没有形成共识？也因此，如果像类似9·2共识这样的议题没有办法形成共识，我认为派谁都没办法解决目前两岸之间交往所遇到一些瓶颈。
就此，在国台办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强调，“9·2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的前提。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是否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近1000亿美元打包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计划，有美国媒体曝光，这笔天价巨款虽然打着援助的幌子，实际上将主要通过采购美国武器的方式回流美国军工复合体。此外，一套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已秘密运抵乌克兰，并用以袭击俄军目标。俄方对此反应强烈。根据法案内容，有约610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援乌克兰，其中232亿美元用于填补对乌武器援助给美国武器库存造成的空缺，113亿美元用于援助美军在欧洲执行任务，138亿美元用于美国政府向军火商采购援乌先进武器和防御装备。此外，还有约9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防长奥斯汀近日承认，其中超500亿美元的项目订单流向了美国军火商及企业。还有媒体盘点了资金流向的具体州，并表示这就是代表州利益的国会议员们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根本原因。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认为，美方援助不会改变战场形势，所谓援助让美国变得更加富有。还有观点认为，美国天价援乌是为了支持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乌军能保持一定的防御能力。美国在这个落实到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武器的资助，但是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而是美国方面实实在在的援助了自己的军火商和与军火商这个政治集团相存在利益纠葛的这样一个团体，是又回到美国这个政府与美国政客相勾结的利益集团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笔拨款尚未到位，但美国政府证实，在过去几周内已经秘密向乌克兰运送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并在4月17号凌晨首次用于袭击克里米亚的一处俄军机场设施，当地距离前线约165公里。据悉，美方最新提供的这款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是去年向乌方提供的2倍。I can confir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d Ukraine with long-range ATACMS at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外界注意到，陆军战术导弹在乌方最初向美方索要的武器清单中，但由于担心被卷入冲突，美军方面一直拒绝。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乌克兰前线形势恶化，美方对此做出突破。获得这样的个导弹之后，它的使用权已经不在美国的手中，也不在美军手中，而是在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军手中。那么可以说，整个的美国在这个知道这个导弹的性能之后，还向乌军提供，那么就意味着美国是希望把乌克兰的军队塑造成一个可以和俄军进行对抗的一种力量直至完成乌军战胜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按照预定计划，搭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8运载火箭于4月25日20点59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8号任务是今年中国空间站首次载人发射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2次飞行任务。10、9、8、7、6、5、4、3、2、1，点火。起飞，7厘，2动时59分，动动量490毫秒。7厘，2动时59分，动动量490毫秒。酒泉程序转弯，程序转弯。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由第2批航天员带第3批新航天员执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
3名航天员都是80后。指令长叶光富曾执行过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李聪和李广苏均为中国第3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空间站3舱3船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全新构型，其任务数量、复杂程度、操作难度明显提升。我和我的2名队友以及整个航天团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对于完成这次任务，我们信心满满。按计划，神舟18号这次任务将完成与神舟17号乘组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在轨期间将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6次载荷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和2至3次出舱任务，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工作，保障空间安全。其中，太空养鱼实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斑马鱼和金鱼藻形成一个小型生态，同时斑马鱼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脊椎动物。我们要研究脊椎动物在太空的骨丢失做肌肉萎缩的研究形成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据悉，斑马鱼是迄今为止中国空间站除了航天员以外迎来的首种脊椎动物。截至目前，中国已在轨实施了130多项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从神舟12号到神舟16号5次载人飞行任务，共成功带回300多份科学实验样品。根据国家航天局日前公布的更多航空航天目标，中国计划在2025年前后发射天问2号，对距离地球4000万公里的一颗小行星进行伴飞探测，并取样返回。2030年前后发射天问3号，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中国主导的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项目受到多国欢迎。这一项目将在月球表面或月球轨道上建设综合性科学实验基地，将分2阶段实施。目标是在2045年前以月球轨道站为枢纽，建成功能完善、相当规模、稳定运行的设备设施。过去我们能够到达月球，像现在我们主要是要到上面去开展科学实验。过去都是那种到某一个点去，我们现在可能要大面积的探测，要深入的探测。过去都是以政府主导，现在开始向政府来牵引商业航天积极参与来转变，多个国家或者多个国际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来进行探测。